不可否认，这些年在家庭装修中非常盛行温馨的原木风、奶油风装修，那种浅色系与原木色的搭配，让家多了一丝烟火气，温馨感十足。但是大部分人在选择地面材料时都很纠结，归根结底是因为地板虽满足了原木风的温馨感，但防潮性差，售后问题多。瓷砖虽说不怕水，但又没有地板那种天然的木材纹理。当木纹砖这个产品进入家装市场后，它的出现是否完美的解决了这些问题？那木纹砖都有哪些优缺点？为什么有些人用过之后就后悔了？在我看来，木纹砖虽然优势明显，但也有4个突出问题是硬伤。一、为什么有些人会喜欢木纹砖？它有哪些优点？一、木纹逼真，颜值高。从视觉角度看，木纹砖表面花纹是仿造天然木材纹理，所以铺装后具有木地板的视觉效果，颜值很高，铺装效果显着非常高档。而且木纹砖还可以不同造型铺贴，例如人字拼、鱼骨拼等。二、耐磨度高，不怕水。从耐用角度看，木纹砖是砖类产品，非常耐磨，同时还不怕水，特别适合南方朋友，既享受到木地板的颜值效果，又不怕潮湿的天气环境，售后问题基本没有，非常省心。相比较之下，木地板耐磨度不够，需要精心维护，而且木材遇水之后膨胀变形，情况严重的话还需要更换地板，且售后问题也多。三、环保，无甲醛。木纹砖对比木地板还有一个较大的优势，就是木纹砖是瓷砖，环保无甲醛。很多朋友因预算等原因没办法选纯实木地板，而选择3层实木、多层实木，甚至是强化地板。那么选择这几种产品就会面临选不好就存在甲醛隐患，尤其是在地热盛行的北方，地热会使地板加速释放甲醛，所以这也是很多人选择木纹砖的原因之一。凡事都有两面性，木纹砖也是如此。很多人装修新房之前，因为没有经验，自然而然的会去网上看看别人家都装什么风格，用什么材料，包括小编也一样的。看到有网友家用木纹砖，装的效果也是自己也喜欢的，就盲目跟风。但等到实际用过之后，才发现木纹砖不可避免的4大硬伤。二、为什么说有些人用过木纹砖会后悔？它都有哪些硬伤？一、平整度差，质量参差不齐。因为木纹砖大多数都是由大砖切割而成，有些避免不了就出现了中间拱两边翘的现象。越长的砖平整度越差，铺贴后存在高低差不平的情况。听熟悉的瓦工师傅说，基本每个品牌的木纹砖都或多或少的存在这种情况，并且上网看网友真实反馈后，几乎都有铺装后平整度相关的缺陷。网友真实反馈暖洋洋，虽然一直知道木纹砖容易铺不平，但是我那最高最低的那一个地方都有 0.4 至 0.5 厘米了，返工了一共8片，还刚好赶上我这边安装中央空调的时候来返工，现场真是乱得一塌糊涂，闹心。橘子的家最初选木纹砖其实并不是为了省钱，总之一言难尽。虽然也了解过木纹砖多少会有铺不平整的情况出现，但这个高低差我真的哭了。二、表面藏污纳垢，不好打理。为了仿照真实木纹的感觉，有些木纹砖表面采用了凹凸有纹理的设计，表面不平整，在日常打理卫生的时候，这些有纹理的地方就容易藏污纳垢。很多人买的时候没多想，都觉得瓷砖都是好打理的，用过之后才后悔，当初不如买平面的了。网友真实反馈周瑶瑶，听我一句劝，尽量不要买表面有纹路的木纹砖，不然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，擦的我手抖啊，太能藏污纳垢了。兔子还是想劝劝想买木纹砖的朋友，别选表面纹路太深的砖，卫生真的难搞。三、造价高，人工费贵。市面上的木纹砖质量良莠不齐，价格也是一样有高有低，买个大品牌好一些的木纹砖，其实算下来还是比实木地板便宜不少的。但是买砖的费用可不是铺装后的费用哦，后期的沙子水泥先不算，人工费70100平方左右，加上美缝费用2580平方左右，整体算下来要约合200300平方了。这个价钱都可以买到原木地板了。网友真实反馈阳光，木纹砖比普通瓷砖要贵一些，还可以接受，但后期真的太费钱了，上楼费、人工费、环氧采砂、美缝钱加一起，不如买木地板了。四、美缝不好做，
容易翻车。大家基本都知道，木地板是卡扣式安装的，把每片地板按照卡扣的朝向拼好就可以。而木纹砖是瓷砖，都是用水泥砂浆铺贴在地面上的，正常情况下都是要留收缩缝，然后用美缝剂填好缝隙处。但是由于木纹砖本身会存在变形的情况，铺贴后两个缝隙处有高低差，这就导致美缝的时候不好施工，后期高低差更明显了。网友真实反馈 I can see you 啊，装修到现在脾气都被磨没了，但是这次的坑真的很大。木纹砖高低不平，美缝之前看不大出来，美缝以后特别明显。工长说是砖的问题，为什么不早说？气愤。再有就是选择美缝的材料，大多数都是美缝剂或环氧彩砂。美缝剂因为是亮面的质感，所以用在亮光瓷砖上效果会更好。环氧彩砂是磨砂哑光质感，所以用在抛釉砖、仿古砖等哑光瓷砖上效果更好。因此木纹砖建议选环氧彩砂效果更好。建议大家在填充材料颜色的选择上，还是自己多费费心，尤其一定要在白天趁阳光正好的时候选颜色，别像下面网友一样选错颜色，追悔莫及。网友真实反馈乌林凯，装修用的东西一定要自己确认，别听推荐。本来原木风的家变成孙悟空的眼睛爆闪，有种有家不想回的感觉。贝卡，本来和师傅沟通好颜色了，上班不在家，家里老人却直接改成金色，说是大气，真的好像袈裟，已经重做了。必须要承认，木纹砖相比于瓷砖和木地板有着天然的优势，但不可忽略的缺陷也很明显，所以在选择时切勿盲目跟风，适合自己需求的才是最好的。最后，也希望这篇文章能让大家在选择木纹砖的时候带来一些参考和帮助。多数人第一次装修缺少经验，在买装修材料时会过度担心质量问题，因此会无脑的去选择品牌，盲目的认为品牌就等于品质。但选择品牌就代表着你要接受它的品牌溢价，多花冤枉钱。其实有些材料本身没有任何技术含量，如果你还去追求品牌，那绝对是白白浪费钱去交智商税。本期小东聊家装给大家盘点一下装修中不需要看品牌的7个东西，买对的不买贵的。1. 窗帘。买窗帘不需要看品牌，其实说实话，买品牌窗帘就是在交智商税，因为大部分布料都是浙江绍兴一带生产的，包括你们买的所谓的品牌窗帘，也都是拿回布料再挂上自己的品牌商标，高价卖给你而已。其实窗帘说穿了就是一块遮光布，只要选择好适合的布料和颜色就足够了。大部分家庭就选涤纶混纺的不挂灰，垂感好还抗皱，网购几十元1米，性价比极高。另外颜色尽量选纯色，别选拼色或复杂的纹理，根据家里的主色调去搭配相近的颜色即可。小东建议是布料就会有染色剂和甲醛，所以窗帘买回家先别着急挂，一定要先水洗一下，洗完最好再在阳光下晒一晒，可以促进有害物尽快挥发。2. 灯具。全网都在说灯具是暴利行业，一盏普通的水晶吊灯就敢卖你大几千，其中的利润可能超出你的认知。特别是品牌的灯具，所谓的品牌溢价都花在广告宣传和推广上了，而且还有不少品牌灯具都是贴牌产品。如果你还愿意为品牌买单，我只能佩服你，人傻钱多了。其实灯具最重要的是安全，所以选择时务必要认准 3C 安全认证标识，其次就是挑选自己中意的款式和颜值了。小东建议灯具网购更划算，可以省去线下商家的仓储物流和人员成本，产地选择广东中山，质量有保障，价格省一半。你可能不知道，中山古镇是全国最大的灯饰批发城，很大一部分线下经销商也是在这里拿货的。3. 水槽洗菜盆可以说是家庭必备，市面上水槽价格从几百到几千元的都有，实话实说，除了几个进口的大品牌，剩下的国内品牌大部分都是代工生产的，多花钱买品牌纯属浪费钱。一般家庭选择 SUS304 不锈钢的，只要壁厚达到 1.2 毫米的完全够用。其次，表面选带拉丝工艺的，不怕磕碰更耐磨。小东建议家里厨房小台面操作空间有限的话，选择大单水槽一定比普通双槽好用。其次，安装台下盆不论颜值和实用性都比台上盆优秀，另外台面厚度不够，谨慎选择台中盆，打磨台面过薄有掉落的风险。4. 全屋定制。全屋定制看品牌还不如选好板材，毕竟板材才是环保和质量的关键因素。首先呢，
大品牌和小工厂生产柜子的流程都是一样的，都是需要采购板材、市面封边、五金等原材料，再回到工厂二次加工。其次呢，大品牌工厂只是比小工厂设备更好一点而已，区别仅在于封边和工艺细节上略有差异，可这些也并不影响柜子的使用。所以全屋定制没必要为大品牌的溢价买单，只要板材环保达标，五金是知名品牌，可以放心用。另外，找一个靠谱的设计师是关键，重要的是可以把你的需求和想法完全落地。小东建议，全屋定制既想省钱又想材料环保的话，可以自己买品牌板材，找木工加工柜体，然后找定制品牌商家定制柜门，价格至少省一半。关键还不输颜值，但前提是你得找一个靠谱的木工师傅。5. 集成吊顶。铝扣板吊顶一般用于厨房和卫生间的顶面，唯一的作用就是遮挡水电线管以及电器的排风管。老实讲，这个东西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。其实品牌和杂牌的用料也都是一样的，都是统一进料，然后自己加工喷码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很多线下的高端品牌，大部分店面都是同时做3个品牌，一个好品牌和2个杂牌，然后高低搭配着卖。选铝扣板主要看厚度达到国标 0.6 毫米以上的，其次表面选好擦洗的，适合大部分家庭。小东建议，铝扣板吊顶没必要多花钱，价格在80到1201平方的完全够用，把省下的钱升级个质量好的集成电器才是关键。6. 墙纸、墙布。墙纸、墙布这类材料和窗帘商家基本类似，本身是不生产任何原材料的，品牌之间差别就是手艺好的铺贴工人，仅此而已。所以选品牌的性价比真心不高。另外，壁纸耐用性差，时间一长就容易翘边起皮，尤其不适合南方地区，环境相对潮湿，受潮容易发霉。因此，壁纸只适合预算有限的出租房或短期过渡的临时住所。壁布虽然上墙没有接缝，不担心起皮翘边问题，但缺点就是用久了不好清洗，时间一长就是细菌、螨虫、灰尘的聚集地。所以壁布不建议全屋大面积铺贴，作为房子背景墙，局部点缀还好。小东建议选墙纸、墙布，除了要关注材料本身是否环保，还要看上墙用的胶水和基膜是否也符合正规环保检测。基于这2点，建议你不如直接选各项指标都非常成熟的乳胶漆更划算。7. 瓷砖。瓷砖产业已经非常成熟了，近些年你去逛建材市场的时候，不难发现80%品牌都标榜自己的广东砖，剩下20%还是进口品牌瓷砖，说明小部分杂牌瓷砖已经被行业洗牌淘汰了。所以选瓷砖真没必要非1、2线大品牌不选。其实很多3、4线的小品牌不但价格便宜，质量上也和1线大牌的砖基本没有太大差异，而且很多大厂还是这些品牌的代工厂。因此选瓷砖只要挑选好喜欢的花色，平整度和硬度达到标准，不需要看品牌放心买。小东建议，瓷砖想省钱，墙面没必要用全瓷砖，可以用半瓷砖或瓷片代替，毕竟墙面砖基本不受力，差点的也没啥影响，只要买对花色即可。另外，选择地砖上墙的最费钱，地砖本身价格就不便宜，加上人工铺贴费，价格直接翻1倍。说在最后，装修是个无底洞，大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该节省的地方一定要节省，千万不要什么东西都无脑的去追求品牌，导致装修预算无限超支。如果还需要借钱负债装修，那就真的得不偿失了。